3024年，蓝星，目光所及之处尽是废墟。这就是我们生存的世界，一个被天道支配的世界。老师，天道很强吗？这跟我们每天练习的狼人杀有什么关系？普通人跨出高墙就是死，想活命，狼人杀等级必须升到黄金阶。老师，那不久前在我们学校毕业的那一学长，他们当中有人是黄金阶吗？你傻呀！多少人一辈子都到不了黄金阶？你当黄金阶是烂大街的等级？那一批的学长学姐才刚毕业多久，怎么可能现在就达到黄金阶？还真别说，的确有一个。啊，还真有啊！老师，他叫什么？江源。看来还是带的少了，下次得多带点。这撑到第5局根本扛不住。唉。也该来了吧。江源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1个月前他穿越了，来到了这个被天道主宰的世界。更有趣的是，这个世界的一切似乎都和狼人杀息息相关，哪怕是天道也是如此。黄金之后，才是国之栋梁。刚穿越的江源就面临了毕业大考，这个世界的毕业大考就是觉醒狼人杀的等级，而江源成为了他们学校百年难遇的人才，漫步黄金。这个世界的毕业大考就是觉醒狼人杀的等级，而江源成为了他们学校百年难遇的人才，半步黄金。只有成为黄金，才算是国之栋梁。他们能扛住天道，走出高墙，去进行1个月2次的天道狼人杀对决，提高自己的积分排名。这些积分才是这个世界的硬通货，突破王者级，甚至能参加1年1度的国战，为自己所属的国度赢得最珍贵的生存资源。这个世界，狼人杀等级几乎决定了你的社会地位。想守护自己的家园，让自己的亲人朋友拥有更多资源，那就走出高墙吧，去博弈，去赢下一场又一场的狼人杀对决。欢迎来到天道狼人杀，所有玩家已凑齐，立刻开始。本次板子玉女猎白，配置4狼4民，预言家女巫猎人白痴，全程不可擦边，狼人图边胜利。神识与好人需要找出所有狼人，开始发放身份卡牌。预言家每晚可查验一名玩家的具体身份是好人还是狼人。女巫拥有1瓶解药和1瓶毒药。猎人出局时可以亮明身份，开枪带走1名玩家。白痴若在白天被投票放逐，可以翻牌亮明身份，免除放逐。狼人每晚共同袭击1名玩家，白天可随时自爆，立即进入黑夜。平民没有任何特殊技能，全程闭眼。发牌结束，请选手确认身份。啊！平民，这板子的平民狗都不玩。这个世界的狼人杀要好太多了。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机制，在天道的加持下，每一局的狼人杀都不可能存在作弊行为。它不会像面杀，能通过观察选手的面部表情和小微的动作来分析选手的心理。因为在对局中的选手，每个人不仅看不见别人的脸，甚至听不见别人的声音。这些决策还是抹杀机制，抹杀机制。别和你自己不会想吵，只要场外千笔醉。最后还有个好处，不怕坑，只要你找对了预言家，在游戏结算的时候一样有可能拿到高分。因为评分的机制并不是固定的，在最后的打分的时候，天道是绝对的公平与权威，所以对别人来说，天道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江源却认为这是一个很公平的机制，非常合理。平民牌，最后一把有点太无趣了吧？对新手玩家来说，他们可能不知道拿平民意味着什么，但对老玩家而言，玉女猎白这个板子拿平等同于砧板上的鱼肉。狼人可以无脑给你发茶铺，拿你做抗推，你什么都做不了，只能被迫表示。如果只是狼人打你也就算了，平民牌最难受的是好人也会打，被打了你可能还还不了手，哪怕你有100张嘴，有时候也是百口莫辩。如果第一天接到了狼人的查杀，你老老实实的拍个平民，非常有可能第一天就要配合出局，这还怎么打高分？
每一晚，本局游戏的预言家都能查验一个玩家的身份，玩得好，能让大部分好人认可你；玩不好，好人狼人一起打你，指不定第一天头顶就有11票，非常的尴尬。狼人们每晚只能选择一个人。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也可以选择自刀，第一天就去骗女巫的药。女巫请睁眼，第一晚死的是他，你要救吗？女巫是夜间唯一能看到刀口的好人牌，女巫第一天可以选择救人，也看这种标准没有女巫第一天选择盲毒，这样实在太蠢。如果刀的好人没救，自己反而再毒走一个好人，那好人基本可以交。天亮了，看，是刚觉醒的天才少年江源，真是他！1个月外出2次，打满5局了。我们兔子国多少年没出这种妖孽了，期待他的成长。马上调出配置，这局什么板子？玉女猎白标准版，最考验逻辑。身份呢？平民。这个百姓拿到平民，这局难了。上警不退水，就必须上票给最强的预言家。本局竞选警长的玩家为1、3、4、5、6、7、8、9、10、11、12。好家伙，除了他，全上警了。这波加大分，灵性窝在井下，直接洗脱狼人嫌疑。够沉稳，别高兴太早。你们真觉得不举手是好事？他手里握着唯一的一票，投给好人保徽章，投给狼人。4号玩家立刻发言。第一个发言，吃不到信息。我上警就是来点评预言家的，既然第一个发言，我就过了。我也是来点评预言家的，不过预言家没在我前面起跳，那我就只能点评一下我前面的4号玩家了。我给4号玩家标的身份是 X 偏上，这一把一共11个人上警，井下就只有一张2号牌，排除2号是狼的话，这一把就是4狼上警的局。4狼上警，狼队必然会有操作。4号这个位置，首置位发言，他完全是可以有起跳动作的。他是黄金起跳位，他完全可以给我发个查杀来压榨我的身份，但他却没有那么做，所以我认为他的身份是 X 偏上。然后我还想对话一下2号牌，井下唯一的一张牌。不管你是狼还是好人，我都希望你投出那一票，哪怕你投到了狼，在你没有明确接到查杀的情况下，我的票一定不会挂到你头上。我的发言就到这里。好人，而且大概率是一个带身份牌的好人，敢聊自己不会挂票到我身上，那指定得是身份才有这样的勇气。过6号是想给我压力吗？哼，没有那个必要。因为我就是全场唯一的真预言家，8号金水。我第一晚查验的人就是8号。我本来夜里想好的警徽流是93验，上警的有11个人，所以我的第一警徽流改一下，改到5号玩家。为什么验5呢？最后再重复一遍，我是预言家，请大家把警徽投给我。哦，不对，是2号玩家，你应该能认得下我吧？力度太大了，这发言铁预言家。徽章留完美，没有任何漏洞。好人福利局，完全是预言家心态。投给7号问赢。兄弟们，这碗金水，哥们儿干了！7号就是我的盖世预言家，哪怕他是狼，哥们儿也要当他的第5只狼。8号玩家立即发言。哪怕他是狼，哥们儿也要当他的第5只狼。我就对话后置位那个即将起跳的小狼人，省省吧，引下来。只要你们敢起跳，我就敢打你们是狼，跳一个我推一个。我这一把就跟着7号，我的盖世预言师打到底了。这种牌很难去定义他的身份，的确有可能是真金水，也有可能是薄力度。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7、8双狼，狼狼金。听了前置位的发言，我比较想站边7号。先过吧，井下再交出我的站边。我和9号的想法一样，但我可能要给9号丢个水包。冬天发言出于好人心态，先给你打个好人标签。既然10号玩家给9号丢了个水包，那我也给第10丢个水包。
我感觉9号和10中间最少能产1头狼，甚至是2个，这也只是我的猜想而已。过。我是预言家，我第一天验了2号是个金水，铁狼无疑，一开口就聊爆了。专挑井下唯一的一张牌发金水，对徽章的渴望度太高了。狼人杀这个游戏没有那么绝对，这第一句话的确很有拉票嫌疑。我还是想给你机会，听听你徽章流怎么打。徽章流的话，我想开一个8，不，我不验这个8了。连及格线都没达到，爆点太多了。站边期不会回头了，我有3个理由足以打崩你。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已经聊爆了。你已经聊爆了。聊爆在狼人杀当中，聊爆应该是属于最严重的失误了，比狼给预言家发金水都夸张。狼发爆金水顶多就是运气不好，博概率没博到，聊爆就纯是技术不行，这是要扣大分的。相反的，能从对方的聊天中听出对方聊爆的点，同样也能加大分。1号小玩家，我没听错的话，你刚刚好像说，就算验出来是双金水，他也带不了队，这是你说的吧？我没改你发言吧？那么我想问你，你连验都没验过，怎么就知道他已经是金水？万一验出来是狼，你不就帮好人阵营找到2只狼了？7号井上博力度的行为是不是也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为什么验8会没有收益？第二点就是你的警徽流，你不压8，就一定不是预言家视角。如果你是预言家，你第一警徽流一定开8，不管8的身份是什么，你的警徽流也一定要开它，这对我们好人来说收益是最大的。第三就是心路历程。你说你刚好第一天就是验了2，可以，你可以验2，但你说为什么验2了吗？没有，所以你得是狼。我会站边7号的，7号玩家去想你的徽章线吧。还有2号小玩家投出你宝贵的1票。这3号好强，一下子找到那么多的漏洞，绝对的高手。这为什么呀？为什么能点票给1而不是7？好玩家获得徽章。如果说不出上票理由，今天投掉1号，夜里就是你2号吃毒。井下第一圈的发言，清一色的指责江源投错票，将要站边7，哪怕今天下错，明天走平衡再出掉另一个。2号玩家请发言。都做好了，我要裸点4狼了。裸点4狼？什么水平就敢在第一天裸点4狼？首先，我先表明立场，我还是站边1号。井下听完一圈发言，还是站边1号。接下来就是我站边的理由。第一点，力度。你们说7给8发金水就是力度大，我想请问力度大在哪？在他发言的时候，后置位还有8到3，一共7张牌没发言，发到预言家头上才多大几率？第二点，警徽流，井上7打的警徽流是5号和1号是吧？你说验5是因为悟空宝这张4，那你为什么不直接验4？验出来4是一张狼，就直接打4、5双狼。验出来是好人，那5不是直接跑不掉了？你的第2徽章流压的是1，说给压力，应该是指井上最后发言的牌，但最后一张不是3吗？直到听到3的发言，我懂了，这3是你狼队友，你视角缺失了这张3。接下来我要聊的就是这个3号小玩家。3号玩家，我应该感谢你，如果不是你，我还不敢100%笃定7号是狼呢。3号玩家，我应该感谢你。如果不是你，我还不敢100%笃定7号是狼呢。这3号从头到尾都是聊得最好的一张牌，他怎么可能是狼人？怎么推断他是7号的狼队友？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3号玩家井上的发言。他井上是明确要站边7的，并且还聊出了1号的爆点，看起来好像是在输出正逻辑，但他从头到尾都只是在盘单边逻辑，没有盘过1号一点预言家的面，一点都没有。而且他在井上对7号玩家的点评几乎没有，反而直接让他第一天去找倒钩。你就那么笃定7号玩家一定是那个预言家，这是你的第一个狼面。第二，你井上打1号玩家的那几点全是伪逻辑。你说1号不验8就拿不起预言家，凭什么？这8号都铁头站边7，验他有什么用？验出来双金水有意义吗？如果我是1号，我也不会验8，哪怕你是女巫想毒我都无所谓。还有最后一点，心路历程。1号没说7号有说吗？都是上下位置摸的，这不是强打是什么？至于你说8号是双金水，更是无稽之谈。综上所述，3号玩家必是狼，只能是7号的狼同伴，井上的冲锋狼。在明确了37良之后，找狼同伴不难，
要在好人中找冲锋狼，得盘镜上格局。7号为什么敢给8号发金水？现在都没人跟8号对跳，他一定是明女巫。所以井上只有一种可能：前置位开多位狼同伴，后置位开少狼。明确这个逻辑，8到12号全排，最后2狼只能开在4、5、6、3进2。我的天，真的假的？1号只要在4、5、6里验一手，游戏就结束了？有没有那么简单啊？鉴于井上7号对6号的对话，6号快速过麦，真预言家天生有反感度，就像1号徽章流啪一下打12号身上，这才是真实反应。而且6井下无脑战7，大概率拿狼3狼找齐，最后1狼只能在4和5里面。1号玩家，你今天没出局的话，只需要在4、5里验一手，游戏大概率结束。以上就是我的发言和分析，认不认得下就看你们了。还有那个8号女巫，别拿你的毒威胁我，哥们儿还真不怕。我就知道，我就知道。7号玩家6票，7号玩家6.5票。感觉教员站错边了，7号的预言家面要比1号太多了。何止从这个票型来看，7号的预言家面也还是要比1号要高。至少女巫和饮水牌都站7的边了，7的团队要比1号干净。你很秀，虽然你通天的发言都像是那么一张好人牌，但是我只能告诉你，你确实站错队了。你应该是被1号玩家洗头的一张渔民。这票型你也看到了，就是因为你的发言让狼队选择了冲锋。你看我的团队票型干不干净？女巫站边了我，饮水牌站边了我，9号和10号井上互打的，是不是避开1狼？他们票型齐刷刷都点在我头上，我不是预言家是什么？4号玩家井上没动作是好人吧？他井下如果不是被你打了，他有没有可能会选择压手？6号玩家井上给我压力的一张牌，不可能是我狼队友吧？我就问你，我是狼，我狼队友呢？2号玩家，你是有逻辑分析能力的一张牌，我希望你明天能回头，当然前提是你今晚不会中刀。知道自己大概率活不过今晚，这7号最后一句话明显是在给自己狼队友递话。2号能带队，2号绝对不能留。昨夜死亡的玩家为1号、2号，警长请移交徽章，8号获得徽章，8号将成为本局游戏的警长。确定自己没有站错边，但凡这个1号玩家是狼，他都不会给这个8号明女巫。正因为他是预言家，他尊重自己的底牌，将徽章给了场上唯一一张明确的好人牌。这种以德报怨的行为，他能不是预言家？昨晚我读的我还是觉得7号是预言家。他临走的时候那个遗言，我觉得没毛病。他的阵营都是干净的，而且4号玩家这一轮跳了枪，7号的阵型就更干净了，没理由7号不是预言家。至于这个2号，我估计他就是这个渔民。我感觉先归这个9号吧，大家信得过我，跟着我归9，这把带你们躺赢。你女巫牛皮！这4号这一轮跳枪不明显是赌这个2号玩家是枪被你赌走的吗？2号玩家为什么敢在警民单票投给1？他底牌如果不拿个神，他敢直接井下怼你女巫。而且4号跳枪，他井上第一个发言他会划水，连话都不说一句，被这2号玩家点出来了之后才敢去站7的边。他是枪，他那么怕1验干嘛？他压手啊，他有子弹他直接出去崩这个1啊，这一轮他也能配合出去崩5啊。你女巫是真牛逼啊，菜还不自知，知道人家为什么不刀你去到2号吗？因为人家2号晚点了4狼，狼队坐不住了，你女巫还帮狼队玩，当人家的第5头狼，人家怎么舍得刀你，都要给你供起来了，最后才推你这第5头狼。你等着扣大分吧你！人间进行，怼得太舒服了。这女巫真该死一死啊！第一天站错就算了，第二天看刀口和飞金辉还不回头，不是菜就是昏了头。还是我江哥立大功，第一天裸点4狼全对。可惜狼队大法师太牛批，神仙来了都赢不了啊！所有的剧本都被9号给猜到了，自己这个明女巫居然没倒牌，而且还是带着徽章的女巫。预言家走了，白痴牌走了，场上明显只有我一张明女巫牌和一张猎人牌。如果江源这个2号真是一张猎人牌被我给赌走的话，这一把游戏到这就已经结束了。狼队这时候只要爆刀砍我，狼队的屠神局就算彻底完成。2号如果是猎人走的，我们狼队夜里砍你一刀，白天再起来自爆砍一下白痴，这游戏是不是就结束了？
但狼队为什么没刀你，而是选择砍一个不能投票的9号明白吃？他们就是要利用9号出局时候的遗言，让你昏头啊！8号小玩家，如果你这时候立场不够坚定，出掉4号名猎人，4号哪怕开枪带对了一个狼，场上最少还有一个狼，他明天把你一刀，游戏是不是结束了？我只问你一个问题：现在有人跟4号拍枪吗？2号他拿得起枪吗？我跟你说，2号只能做狼，他不仅拿不起枪牌，他连平民牌都拿不起来。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9号也算是拿到本命牌了。你想想，你上一轮说的是不是自己读的是1号？他连你的发言都没听，就在那一顿指责。那2号都不是你读的，他如果是枪，他能不开枪带我3？满场没人跟4跳枪，我想问问，谁是枪？对啊，我一直说我读的是1号，我没说我读2啊，我就感觉哪里怪怪的，差点被这9号白痴给误导了。出5，这把游戏打完之后，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都别走，所有好人给我磕一个。要不是我女巫立场坚定，还真有可能被你们这群渔民和鱼神给带歪了。这2号出局没开枪吧？他拿什么做枪？9号是明白吃吧？1号和7号里面开一个预言然和一个狼人吧？那枪呢？我问你们，枪哪儿去了？所有人替我归票，出5，这5的头是最铁的，就跟着1号和2号冲，这5拿不起好人牌。当5号玩家被公投出局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5号玩家出局，请发动技能。5号玩家发动技能，4号玩家被带走。4号玩家请发表遗言。啊，原来我不是枪啊！哦，原来我是狼呀！不好意思了，8号，你太相信我们了，差点让我以为自己真是枪了呢。这一把已经打完了，我说句实话，2号玩家真挺厉害的。他第一天那种情况都能站对边，已经很离谱了。没想到第一天他就能点对4狼，妥妥的大神。我差点以为我们要记了，如果他没点我是狼，我都想选择倒扎了。还好啊，8号小玩家，狼队大法师，美女，我们狼队这把真的很难赢。最后我想说一句，8号你玩得很好，下次别玩了。8号，你他妈真是个傻波一！本场游戏结束，结算页面已公布，请所有玩家确认后选择离开。才2.5嘛，算了，总比扣分好。你说什么？失败了还加2.5？他怎么做到的？素材发我看看。是。厉害！听完井上的发言，基本就已经锁定了4狼。这小子绝对是个人才。在格局分析这一块，至少已经是大师的水准了。的确是不错，但也没有那么夸张吧？你要知道，他现在也就是黄金阶的水准，而且打的还是标准版。C 是 C 了点儿，但也还没到你说的那么妖孽的程度吧？天道降世之后，各国纷纷部署，兔子国也一样。为了培养狼人杀人才，等级制度分布的相当严格。咱们兔子国这些年有天赋的人出的还少吗？到最后真正能进到极兔营的又有几个？那倒也是，不过这小子给我的感觉很怪，总感觉他的心智沉稳的令人有些胆寒，完全不像个年轻人。如果他真的有天赋，相信要不了几年我不跟这里见面。哦，也不对，有可能他来了也见不到我了，搞不好那会儿我已经在疯兔营里了。你要去哪儿？回去看看以往的天道对决，准备接下来的天道大比了。恭喜啊，又进步了。人才越多，天道比获胜的几率就越大，能得到的资源也会更多。狼人杀的人才就是活下去的希望，这就是这个世界。雪学校教的上两是狼人杀素材对局，抬头就能看到的大荧幕的环境，电视上的狼人杀直播，唯有狼人杀和各国运的国运的联系在了一起。元儿，多吃点儿，多吃点儿，思维才能活跃。对，多吃点儿，吃鱼补脑。自从觉醒了狼人杀等级后，生活大为改观。以前一天只有3个小时的水和电，现在已经可以用半天了。怎么停电了？不是说我们家最近的用电已经被调整到12小时了吗？爸妈，你们白天忘记关灯了吗？傻孩子，应该是资源告诫了，所有的电力分配应该逐级递减了吧？没错，隔壁老李家今天一天都没来电，不过也没事，天道大比马上就要开始了。据说我们这次参赛的里面有一个叫顾长生的很厉害，相信极兔营里的那些人会帮我们赢回很多资源的。一个季度只有一次，1季度白金，2季度白金和钻石，3度大师试赛，全球大各国精锐进出，根据最终排名分配资源，那才是国运大比。很可惜我错过了1季度，就算再妖孽，也只能等到4季度才有可能为国出征。在那之前，只有尽全力提升狼人杀等级了。那个大家自己看就好哈，我姐说的也不一定对，咱就安静看比赛就行了。哈哈。
注意，3024年第2季度天道大比即将开始，请各国满足条件的参赛队员进入天道。天道大比纯随机制，对手板子全部由你决定。跨入天道试炼场的那一刻，天道就会把你带到随机的圆桌，对局自动开始。骑士牌爽局了，太舒服了，好想夺舍它，让我来玩这一把。这一把稳了，10有89能拿下。同学们，狼王骑士的板子可不是只有一张骑士牌，拿到骑士牌也不意味着这一把就一定能拿下胜利。从你们刚刚的表情中，我能看得出来你们的兴奋，甚至连说话的语调和分贝都有所改变，这是很不可取的。他最忌讳的就是把自己的底牌暴露给对手，在一局对局中，不管你拿到什么牌，都要做到喜怒不形于色。这才是一个合格的狼人杀玩家。第一个发言没什么想说的，本来想上警点评一下预言家，第一个发言也就点评不了了。既然上警了，那我不可能什么都不做，就这样划水过脉。这样吧，我打个前刚后放吧。如果我站边第一个发言的预言家，我就一直举着手；如果我站边后置位的预言家，我就直接在镜上退水了。前刚后放什么意思？举手和放手就能表明立场了。前刚后放，意思很简单，就是因为位置的关系，自己发不了言了，只能通过举手和放手来表明自己的井上立场。一般会发出这种言论的人，大概率好人居多，因为只有好人才会努力的想去找对边站，而狼人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伺机而动，是冲锋还是倒钩，越晚表明自己的立场越有优势。厉害，不愧是长生前辈，2、3句发言就将自己的好人身份信息聊明白了。江源学长也很厉害啊，原来还有前刚后放这种操作，学到了学到了。原来第一个发言不是只能划水的，原来还有那么多操作和套路呢，怪不得他能白金。我这辈子要是能达到长生前辈那种水平就好了。不过在我看来，他这波操作属实有点没必要。这是几个意思？你一个黄金来质疑白金的操作？他如果拿平民牌打前刚后放，那是好操作。但这一把，我们回到开局，他拿的是骑士牌，你们所有人都认为的强神牌。拿一张强神牌，在井上就给所有玩家传递讯息，我是一个好人，那意义在哪儿？问大家一个问题：骑士牌最理想的井上格局是什么？接查杀。非常对，拿到骑士牌最舒服的井上动作就是接到查杀。你把身份表干净了，好人、狼人都知道你是好人，狼人的可操作性就很高了，局势一下子就有可能打乱掉。换句话说，骑士牌在井上最大的价值是藏着，等对手犯错，而不是主动表明自己是好人。我是预言家，7号金水。看透一切。7号金水，果然验证了我的猜想，8号这个位置摸7号非常有可能。很多玩家都有从身边人开始查验的习惯，一方面看自己是不是被夹了，另一方面也是要个归票位。不过往井前发闭口金，预言家面不太高，就看他接下来怎么聊了。验期的心理历程就是上下位位置验的。我说下徽章流吧，后置位还有一张会跟我悍飘的狼人牌，那我徽章流就不往井上打了，全压井下。最后重申一次我的发还，8号预言家7金水，徽章流11、5，防爆徽章流6号，请大家上票给我。这里是12号玩家发言哦。对于8号这个预言家，我只有2个字：不信。哇，这也不信？这12号是狼吧？聊得很好啊，很中种，我都觉得他一定是预言家了。这也有人不信吗？我感觉我思路有点跟不上了。看上去12号是想把8号直接锤到土里，实际上12号也是把自己往悬崖边上送。一旦骑士扎出来8号是预言家，12号每一轮都得跪流排水，为他井上的鲁莽战备付出代价，除非他有底牌支撑。为什么不信呢？我来说说我的理由。第一点就是你验出来的金水牌排7号玩家，我没记错的话，他第一个发言是打了一个前刚后放嘛。你验他是金水，先不说发了一个闭口金没什么力度，你井上连对他的一句对话都没有，这是一个预言家的心态吗？最关键的是他不是井上没有任何动作的一张牌，他是明确了自己要前刚后放的。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对话7号，告诉他要一直把手举到最后，我才是你的盖世预言家，但你没有，因为在你眼里7号可能就是一张白牌，你不敢对他有太多的对话。哇，有道理的，对吼，我怎么想到这一层面？废话，你能想到你也是白金钻石了，还能坐在这儿问出这种问题。12号好厉害啊！从他的视角代入，好像这8号确实有点狼面，这12号铁好人无疑了。江源学长，你觉得这12号说的有没有道理？8号是不是预言家呀？别着急，听完井上所有的发言再说。确实就像12号说的那样，8号有点太顾虑7号，他真的是狼，视角里7号是白牌，这些都有可能，只能再听下去。其二就是你的徽章流，
你的徽章流打的是11号和5号，对吧？黄包留的6，徽章流没什么问题，流挺好的，我没意见。但是我发现你对徽章是没有渴望度，你没有把去对话井下的那几张牌，尤其是那几张被你打入徽章流里的牌，你的徽章流到的一定是狼吗？听完跳队可能会改你的徽章流。如果你的徽章流留好人，你是不是该叫他们把票上给你？上给你，井下就不会打他们了，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认定你是一个没有徽章渴望欲的预言家。如果你做狼，你只能是狼王带枪的那种。我的发言完毕，我站边后置位的预言家。这8号拿不起预言家牌。听完这12号牌的发言，几乎所有人都会认为他是一张好人牌。他有可能带身份底牌了，说话才敢那么硬气。12查杀，哼，想倒钩啊？不好意思，我第一天就验了你12。等等，我他妈 CPU 又干坏了！12号井上猛攻击8号，1号起身就给12发了个查杀，这是什么道理啊？我的发，那么刺激的吗？我以为12号井上打得那么狠，绝对和8号不共边了，没想到12号直接吃了一个外置位的查杀。可能这就是狼人杀的魅力所在吧。不到最后时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同学们先不要笑，谁都有站错边的时候，这并没有什么好笑的。这12号刚才的发言，你们也一致都认为他是好人，只是他有点太过武断了一点，井上可能站错了边。只要他井下发言能站回来，能找对狼人，他有什么值得大家笑的地方呢？相反，我觉得他的发言方式和思维能力有很多地方是值得你们学习的。12是狼，我第一天就验了他，很巧，我也喜欢上下位置摸，摸出了一手的狼毛。在听到12号玩家的发言之后，我也挺诧异的，我甚至都怀疑自己第一天是不是验错人了。在反复确定12号确实就是狼人之后，我总算悟到了，这12是一张提前走位的牌，他们狼队应该是夜里没商量好谁起跳，这12号有可能认为自己发言不错，想自己来跳，结果8号先在他前面起跳了，还给7发了个金水。他很不满意，所以提前走位，想祷告在我的阵营里。很不巧，我第一天刚好验了他一手的狼蟒。之后，我再聊聊徽章流和井上的格局。先说徽章流吧，我的前置位已经出了2张狼人牌了，一个8号悍跳，一个12查杀。我听7号玩家的发言不像个狼，结合我刚刚说的12号对8号不满的点，应该就是往7号头上丢了一个金水。为什么不满呢？因为井上这一把上井的人其实并不多，8号完全可以井上外置位丢一个查杀，丢中真预言家的概率也挺大的，但8号没那么做。所以12号才不满，才选择了倒钩，由此认定7号大概率为好人。我井上认定的格局是井上2狼，井下2狼，井上的2只狼我已经找到了，我徽章流也全部往井下验。8号悍跳狼的第一徽章流进的是这个11，对吧？我怀疑11可能是拉票的，我就不验这个11，我第一徽章流去验这个5，因为狼队大概率都会留一个狼队友在自己的徽章流里。我先对话一下5号小玩家，我第一徽章流开你不是要把你直接打死，而想给你一点压力。如果你的票型一直都是上给8的，那我将不会再去验你，等骑士扎出来你轮轮表水就行。第二徽章流开9吧，这一手就是随便压的，你可以理解为拉票，你可以理解为防爆都行。等井下的票型出来之后也会重新改我的徽章链。9号玩家，如果你是好人，请把票上给我，我永远不会点你是狼，你哪怕是个狼倒劫我也能保你进决赛。以上就是我1号真预言家的发言。我觉得1号是预言家，他说的好有道理啊！查西的力度永远要比金水大。但是12号聊的也不差，我觉得12真的是铁好人，有必要走的那么狠吗？ 1号聊的不错，8号难道聊的就很差吗？我还是更想站边8号多一点。不会吧？不会这都有人站边8吧？这1号还不是铁预言家吗？铁我还赢呢，哪里铁了？我站边8，我站边1，你绝对是。江源学长，你认为1号和8号哪个才是预言家？1号和8号到底谁是预言家？现在真的不好说。其实2个人这一把聊的都还可以，玉面的话可以说是5-5开。这确实是一把质量局，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板子是骑士白狼王的板子。我们的骑士大人不是打了一手前刚后放吗？我们的站边不重要，我们先来看看骑士选择站边谁，这才是最重要的。对啊，还有骑士呢，他还举着手呢。所以长生大佬已经做出判断了，大佬威武！我也觉得8号是预言家，为什么会站边8？为什么会站边8？我不是很能理解。长生大佬已经做出了他的选择。难道还是我的水平太差了吗？所以聊到我这儿了，7号玩家你还举着手，代表你站边的是8号玩家对吗？手啊！为什么坚持那么久？为什么到最后还不放手啊？长生前辈，明明8号聊得那么好，8号还给你发了个金水8号啊！这12什么做狼啊？长生前辈站边确实稳。他太懂这种操作的心理了，只要能明确站边，绝不会拖到现在。6号没有提供有用的信息，他才放手。那只有一种可能，他也犹豫了。他摇摆了，还不能明确真假预言抓，这把有意思了。其实到现在，我也还没有明确的站边。我想投给1，想让12号先发言。他作为接插机的牌，他的表水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他人的站边。当井下的投票结果一出来，票型直接拉开了，5号、9号、10号、11号全都投给了1号，只有2号孤零零的给8号玩家举了1票。12号玩家接到徽章之后，果不其然，继续发言。12号第一个发言，
我直接点狼坑吧，1号一个，5号一个，9号、10号、11号出狼，容错开在这个6。被这12给嗅到了，你一个接查杀的牌，反而在那徒手抓4狼，底气何在？这小子可能带身份了，保不齐就是个女巫，只有神牌才敢这么干。先说说理由，1号给我发查杀一定是狼，5号。人家1号都打你是狼了，你还把票点他头上？你不是他狼队友是什么？所以5号一定是井下狼人，那狼坑就锁死了。要么1号孤狼上井，要么就是6号打山洞，就是这么简单。最后你们狼人一定想让我交身份，算了，直接告诉你，我是老村长。过，70%的好人，感觉他就是好人。才70%，最少90%，还百分比，一点自信都没。12号要不是好人，我当场留下来打扫卫生。虽然怂了，但没毛病。我也觉得12号铁好人。这12号给大多数人的听感确实不错。听完他井下发言，我也认为他偏向好人面多一点。主要原因有2个，第一是视角，第二是表水。12号第一时间想的不是表水示弱，而是点狼坑。这心态的确非常像拿了好人牌在努力找狼。至于他点的狼坑，占他接杀青视角确实是这意。点井下5为狼，给一具正弩解非强打，打6容错，6却有煽动嫌疑，打9、11、11出狼也对，坑位锁死验一个9。由此可见，他井下的输出全是正弩解，的确好人面偏大。但是我总感觉哪里怪怪的，具体是哪，目前还说不上来。12号发言好不好，从井下站边就能看出来。他们听完后有点想回头，认为12不是狼，中间产了道家。你才是狼，我站错边了！你才是狼，你站错边了！9到11号这3张牌直接在井下环节互撕了起来。等到8号发言，没嘲笑12没提井上。如果是真预言家，那么做没意义。预言家嘲讽好人牌，过多解读有什么用？预言家本质是找狼报检验，这张牌活几天全看天意。最后他把徽章改到9头上，随便留一下。他也知道自己大概率见不到明天太阳。7号发言，听完对跳发言后，其实我挺犹豫的。说实话，8号预言家面不高。给我个井前7号发金水没什么力度，但听完12号发话，觉得8预言家面更低，认为12打8点对，12该是好人，没想到他反手接了1号查杀，我闷了。最终井上还是放手了，想先站1边，因为1聊得多，尊重底牌，想让12先发言交身份。但是听完井下12发言，我又想回头了，想站回8边，觉得他狼坑点对，全坦辛巴上了。我这轮可能下1吧，或者等骑士出来扎，先过了。这是在干嘛？井下和井上是同一个人吗？这不就是复述心路历程吗？有什么营养更新？长生前辈状态不对啊！其实他那么玩才是对的，同学们。骑士牌风格就要多变，让人摸不清头脑。因为这轮必扎，聊得怎样无所谓，最后都翻牌。与其聊好让狼舔，不如聊爆让狼主动跳出来打你。能炸出狼就是多做贡献，这全是经验。原来如此，我就长生前辈了。都给我长生前辈磕一个！没想到啊，井下全冲起来了。都不站我边是吧？查杀狼出不去是吧？骑士大帝救我！骑士对1号玩家发动技能，1号玩家失败。1号玩家的身份为狼人。真是狼！长生前辈厉害，扎得稳准狠，这一把有了呀！下个月兔子国定额能提高了。长生前辈这样的人就是我们的英雄。超级英雄吗？总感觉不对劲。即便扎出1号是狼，还是怪怪的。为什么没几个人盘谁是大狼？甚至外置位都没聊过大狼小狼，除了12号、7号和8号。奇怪，太奇怪了。先别高兴得太早了，同学们，这一把可能会有反转。接下来就把守卫表演了。骑士扎到了狼，但这1号一定不是大狼。大狼身份不明，非常考验守卫功力，能不能搏对狼刀，决定比赛走向，让我们敬请期待吧。12号，你说的对，我就是狼，冲一下怎么了？刚刚自爆有没有吓一跳？怕不怕我一枪带走8号或者你？按昨天说好的刀，藏好哦，加油，狼队必胜！他在做什么？同学们先把注意力集中到比赛上，这一把还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局势还很复杂，好人阵营已经陷入劣势了。这一夜预言家没倒，骑士倒了，那下一晚预言家将必死无疑，除非守卫还有骚操作。昨夜阵亡玩家8号、10号。我女巫2号第1天的饮水，10号我毒的。我女巫2号第1天的饮水，10号我毒的。毒食理由很简单，
9到11定出狼，坑位太挤，最后狼只能在9到11中间。2号饮水还上对票，我一定铁保，只要我不倒，他就出不了鱼。还有12号，反向经典狼坑全对，思路高度重合，做不了狼。12号我也保了。今天建议在9和11之间下，哪个发言不行下哪个。归票位是9号，12你归票吧，我信得过你。这6号是不是女巫？高智慧起跳不是铁女巫是什么？何惧脱兔大神？听教员学长说，6号女巫身份不用怀疑，但是我不是很认可这女巫的玩法，跳身份时机和撒毒功力简直一塌糊涂。首先，2号是井下唯一上对票的，轮次到不了他，有进决赛圈的资格，根本不需要饮水身份。其次，预言家骑士都走，且有狼王，女巫更不能起跳，昨晚最好别撒毒。不知道10号是不是守卫，运气差，毒走守卫，狼队就赢了，狼王爆掉带走女巫，游戏结束。除非10号是狼王，但是我认为10号不是，狼王肯定还在场上，并且9、10、11这3张牌没有一张是狼王。为啥狼王一定在场上？为什么10号不能全靠蒙的马？放肆！学长不吝赐教，不懂感恩还嬉皮笑脸，算怎么回事？没事的，院长，有不同想法很正常，我有90%把握不会错。判定狼王在场原因很简单，如果10号是狼王，他上一轮就可以爆了，不用等5号去爆。学长，我不认同，10号这轮自爆带走女巫收益更高，狼人领先1个轮起啊！你说的没错，但你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女巫的毒口是不是只能锁死在9、10、11之间？对啊，毒一定往这3张撒，有狼王绝对不敢赌，一定会提前自爆。所以，不止10号不是狼王，这3张牌都不是。而且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更恐怖的故事，这3张牌当中很可能一狼不开，好人这一把被狼人牵着鼻子走了。江源同学，你说这9、10、11号一狼都不开，依据在哪里？那狼坑在哪儿？点不齐了呀！对啊，一狼不开有点不现实，3张牌身份全给错，这有点说不通吧？两位老师，其实我也还没100%确定，但有一点我很肯定，这一把有倒钩狼，而且这个倒钩狼只能是12号，这我可以100%的确定。江源同学，你解说太投入忘局势了吧？12号可是被1号查杀的牌，你该不会想说他们打板子，狼查杀狼？没错，不可能，狼踩狼讲究收益。如果12是狼，知道被查杀，为什么还要去锤8号真预言家？这不是两头不讨好，里外不是人吗？再者，他盘的都是正逻辑，全好人视角，1和5明狼都是他点出来的，做狼能送2队友给你，掉分玩啊！江源同学，你的确天资聪慧，但出了学校万不可大意，不然好天赋被浪费，岂不可惜？说话永远这么尖酸刻薄，不过确实有水平。刘导员教训的是，我一定记住教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但是这个12还真是个狼，我还可以肯定告诉你，他才是那个狼王，好人全被带偏了，没人抓12，好人就输了。外指引狼、金刀女巫明跳守卫，逼守卫现身，游戏直接结束。你说他是狼王，依据在哪儿？第一，收益就是狼王成功打成道高，骑士扎了小狼，狼队轮次遥遥领先。第二，为什么去锤8？因为这板子有骑士，只有究极岛高深水狼才可能在骑士剑下存活。第三，一发查烧12不点他点谁？5号是自冒的，也不是他推的。那你说他是狼王依据呢？他全盘正逻辑，为什么是倒挂狼？因为实在没坑了。回想12号井上发言，当时只有8号跳预言家，12号起身的那个刚正不阿的状态，我很疑惑他为什么敢那么笃定8号不是预言家。直到1号起身告诉我，12号在提前走位，狼队给我们打了反心态，什么牌让他那么勇，不怕骑士扎他断剑。直到刚刚我想明白了，因为他是狼王，进可攻退可守，他的轮次甚至可以在骑士之前，所以有底气，主动权从始至终握在狼队手里。12是狼？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怎么做狼啊？还把5号卖给你？我还是不太相信12号是狼。你说的都只是猜测，不能证明12号一定是狼人。什么证据？虽然我没有证据，但有一点我可以打死这12号一定是狼人牌，狼队绝对在玩狼卡狼套路。证据就是发言，1号玩家井上井下的发言。大家还记得1号井上发言吗？挺好的吧？都认为能拿得起预言家牌，然后回想他井下发言，没聊一会儿就被骑士扎了，开口第一句就是骑士大爹救我。说一句骑士救我有什么毛病？劣势预言家不应该这么玩吗？不，有很大毛病。1号给人的感觉是求死，巴不得骑士扎脑门。小狼为什么想让骑士出剑？是狼王早自爆，目的就是保住12。我操！如果12是狼，凭着以身肉身挡骑士的枪，那狼王就无敌了。所以我说这12号一定是狼王，这把7号骑士扎的草率了。本局游戏结束，狼人胜利，狼人位1、3、5、12号 ，MVP 玩家，狼人阵营12号。为什么这辣货守卫能3.5分？因为他找到了12号，这他妈也可以。
Defeat。又都士兵开外了，敌人难度开局啊！鸡兔营一坨巴尔，我们普通民众只能啃树皮了。怎么会成绩那么差，连前10都进不去？鸡兔营到底是干什么吃的？主管，其实鸡兔营成绩还算过关，大多数人都在加分。那为什么团体排名那么低？主要还是那些散装成员，几乎人手扣3分左右。啊！该死的！早知道这样，这群人还不如不要。但是这样，资源使用会成倍增加呀。没办法了，资源储备不多了，今年拿不到好成绩，我们可能就要进入末日3年期了。让极兔营注意，有合适人才尽量收编，特别起眼的千万别错过，争取参加最后一季度大比。对了，最近有这样的人才吗？有，还真有一个。狼队高配骚套路，顾长生一剑扎出质疑，众人惊呼极兔营不如散装玩家。江源学长是谁？有东西啊！这解说视角清晰，什么来头？我操，他天赋极高，成就不可限量。这一剑扎的确实随意。为什么不让他去参加大比？看看去的那些驴，输掉的可是国人的资源。敢让我吃不饱，就让你身败名裂。知道他家住哪儿，不赢别怪我门上泼东西。参加大比能成就一个人，也能毁掉一个人。他们是把国运背在了身上，全赌在一局游戏里了。为什么最好别出去？是有不好的事发生吗？万一连前10的积分都保不住，大乱就要来了。法律阻止不了饥民抢食，人性将消失无因。那场面只能用末日形容。你爸说的没错，超市东西翻了3倍价格，还要靠抢呢。有那么夸张？不还有防卫队和维稳军吗？哼，到时候最先动手抢夺的就是他们，穿上衣服是保护，脱了衣服就是强盗。听我的，今天哪儿也别去，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江源不理解父母说的那种末日景象究竟是怎样的，但他从最近几天街道上的不少反常情况也能看出一些端倪，确实和平时有点不一样了。很快，这一季度的天道大比最后阶段也拉开了序幕。这第一场，兔子国只有一个选手入场，他叫李二鸣，也是极兔营当中的一员。对于这个李二鸣，江源也有点印象，倒不是说江源认识这个人，而是他最近闲着无聊上狼人杀论坛上看到有人在发关于这个选手的资料。从帖子的介绍来看，这个李二鸣实力确实还可以。刚好非常不小的是，他这一把匹配到的是奇迹商人的板子。坏了，竟然是奇商的板子，这下出问题了。李二鸣奇商的板子胜率高不高？胜率高达恐怖的137%啊！是他玩过的所有板子中胜率最低的那个。人道不公啊！先别急，上路是什么牌在手，还不一定输的。胜率那么低还拿下事儿，指不定就赢了。来个平民，来个平民，求求了！这第一场就只有我一个人入场吗？还是狼，这怎么玩？谁起跳？我这板子胜率不高，跳得不好。那个，哥几个别不说话呀，安排下工作，谁起跳？我都在姐们走吧。别上去好吗？我们4狼窝井下找到预言家就自爆。我是预言家，昨晚验的。左王听到。我是好人牌，这局的逻辑非常清晰。顾长生最后的出场也是压力倍增，哪怕这最后一场他打出最高光的表现，一个人狂拿10分，兔子国好像也很难挤进前5，而且一旦输了，前10都有可能费劲。对兔子国而言，这季度过后，资源枯竭是板上钉钉的事。关门！快关门！门窗全部锁死，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门。乱了，外面全乱了，所有商店关闭，街上被难民挤满了。这2场比完，都知道没希望能拼出好成绩，这些人已经开始提前行动了。维稳部队呢？没有出动吗？出动了，但拦不住啊！难民太多了。如果最后一场能赢，局面还能控制；如果赢不下来，只怕外面这几天会变成人间地狱。残酷、
一个国家的命运都掌握在一场对局中，这对国家是，对顾长生来说也是。不妙，我必须冷静下来，只有保持冷静，大脑才能清晰。欢迎来到天道狼人杀，本场对局的盘子是石像鬼守墓人。还好，相对均衡，不拼运气，拼实力。元儿，这一把怎么样？顾长生拿的这张守墓人牌好打吗？还不错。比起好人阵营的其他牌，守墓人算是比较打出高分的牌了。这一把我们运气不错，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表演了。9号查杀，随便验的，1手的狼毛，徽章流随便留一下，开烧5吧。第1流井下1，第2流井上5，过。给守墓人发查杀，这8号真是踢到钢板了。给守墓人发查杀算踢到钢板吗？我觉得有点不妙啊。这要是狼队再派一个人起敲守墓人的话，顾长生妥妥的要出局啊。这聊得这么水，不像要徽章，该不会是平民想压跳吧？状态时长都不符合，只能是压跳的好人牌，制造单边域局面，纯高牌行为。但是这个8接下来的操作，属实有点辣眼睛了。7号玩家请发言。我是预言家，这个9号确实是一张查杀牌，我第一天就验了9，就查杀。开局接2个查杀，我要是有自爆功能，直接就爆了，这玩个球啊！又来一个查杀，狼队疯了！大小狼撞车，好不容易拿张守墓人，先接俩查杀，这9号太惨了，该不会有好人捣乱吧？验9就是格位验人，我想打一个锁龙局，验9锁8。没想到验出一手狼毛，不过没想到8号你居然起跳了，放手吧，我知道你想打压跳，你是好人，没必要举着手了，我才是真预言家，还不放手吗？如果8、9狼卡狼，我起跳发双查杀，9号早该自爆了，9号没自爆，说明他还没分清谁是真预言家。如果8号是大哥，验到小狼直接发金水不香吗？所以8号不管举不举手都是铁好人，你要非觉得放手了是吗？很好，8号铁好人，不用禁验。过了，这7号发言太好了，开眼都觉得是预言家。这期纯在填充发言，实则全是废话，用已知好人牌盘正逻辑做高自己罢了，但架不住有人信。8号真直接放手了，有这猪队友长生难了，8号这位置容易降智吧？5号预言家验6金水，徽章流4和10，前置位7号肯定是汉窗狼，大家不要被骗，把徽章给我过。请井下玩家开始投票。这5号发言离豪哥线都差一点，居然能吃到井下满票，难道全场好人高配？有意思，好人们的眼睛似乎还不算太瞎，局势又扑朔迷离了。顾长生，看你能不能接住这波天降惊喜了。真预言家吃满票，表面是好事，但没那么简单。7号聊得比5号好，凭什么5号能吃满票？这把不好办了。狼队打算把真预言者倒更到死啊！4号玩家请发言。我可能站错边了，想给5点1票造平票 PK 的。我和4号想法一样，没分清真假。4和11里面必有一狼。至于9号，拍不出身份，我就站西边点9。首先对话5号真预言家，去把4开了，4金水3定狼。时间不多，我直接拍身份，我是守墓人。狼队来对冲，最后点狼坑3。9号发言时间结束。画蛇添足了，好人已分不清局势，这时候点狼坑改徽章流，得罪好人，实在不可取。守墓人不是强神，应表水打7号爆点，他太着急想赢，连时间都没掌控好。你是守墓人，怎么不说你是骑士呢？这笑死我了！这9号铁狼，我铁站边7，5和9不就是双狼吗？想找真守墓人，我出来了！我8号守墓人强势带队，归票9。这批8号真是个大哥啊！局势本就乱，又来个大聪明推波助澜，顾长南怕是凶多吉少了。再骂8号是狼，但这8号就是个钻狼坑的好人牌。井上操作8和7不见面，排除小狼，大狼没收益。9号末置位起跳得罪人出局。8做大哥这会儿为小狼对跳不值，所以8号不是小狼也不是大哥。
顾长生遇到这队友，算他倒霉。8号你没必要跳，这9不管跳啥都要出局。我做狼，我狼队友呢？我发言不比5号差，发查杀力度不低，队友1张票不给我点，5号凭啥做渔网家？没关系，我的盖世守墓人8号大哥出来了，我明天大概率活不了，验谁不重要，有8号大哥带队我放心，他会带好人胜利。出9，我是金水该战5，但7井上发言太好，我怀疑自己被5号洗了头。9号井下发言像电飞，你拿守墓人好表水，点什么狼坑？水没表干净来改我徽章流。好歹接了抓西，我不点9点7。徽章留单压11，没必要留2个了，出7。真预言家放弃你是说明走远了，好人狼人都不要了，这游戏大概率和你没关系了。7票，至少3个好人站错线，是我的表水不够晚。我是守墓人，最后你们会看到的。8号我不怪你，盘下狼道方向，谁没被砍谁有问题，拜托了。预言家明守墓都不砍，砍疑似金水6号，局面不够清晰吗？可惜还是很多人站不对边。不可能，我怎么会站错？绝对不可能！想把8号头摁田里蹂躏。平民跳个钩子守墓人啊！高血压上来了！哪个国家猪鼻？他妈白象家的，难怪不带脑子！果然，就是个固执狂。顾长生这一场，凶多吉少，而外面的世界，恐怕也是。这群猪皮团队分比我们高，代表选手全是驴吗？还未来之星，守墓人第1天出局扣分，丢人呐！真该死！卖力工作养废物，图什么？毁灭吧！心累了。第13，怎么好意思拿个第13回来？连前10都进不去，资源配额能有多少？有上季度1半吗？1半太乐观了，10名往外断崖下降，有1/3都不错了。1/3，这得饿死多少人啊！都做好准备吧，这次远比想象的更棘手。这已经是停水停电第3天了，这次会不会有点太久了？久，只怕这种日子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接下来这1个月最煎熬，不知准备的这点物资能不能挺过？有那么难吗？就算资源匮乏，自己种庄稼蔬菜，自给自足总能做到吧？我太天真了，连日照、雨水、风全都算在配额里，没资源，连选择天气都没说法。别想，求求你们，这是我家唯一的食物，可怜可怜我们吧！滚开！我可怜你，谁可怜我？你家老小是老小，我家也是亲生，要怪就怪这世道。元儿，接着，你是男人了，要是出意外，你妈靠你了。咱家粮爵不能让别人抢走。爸，都说我是男人了，还能让你顶前面吗？你往后稍稍，看谁敢进我们家这个门！谁？不管你是谁，马上从我家门口离开，不然绝对不会有你好果子吃。叔叔，我已经饿了3天了，受不了了，我不进去，先好赏一口吃的吗？元儿他爸物资备得足，挺过1季度不是问题。这孩子可怜，要不给他一点吧？给吃的问题是，今天救一个，明天呢？末世刚开始，闹饥荒的越来越多，怎么可能每一个都救？道理是这样，遇见就是缘，他才10岁有什么错？他那么懂事不寂寞，真心疼。行吧，只此一次。孩子，等一下，这就去拿吃的。阿姨，你们是好人。一种说不上来的违和感挥之不去。小妹妹，外面什么情况？大哥哥，外面可怕极了，抢东西，我好怕。给你物资，路上会被抢吗？不会的，我会小心。家里人呢？都饿死了。小妹妹，回去无依无靠，要不等下开门你先住我家？真的可以吗？当然，但我怕开门饥民冲进来。放心，外面就我一个。那太好了，帮哥哥去隔壁邻居家拿漫画书打发时间。他可能不给我开门。放心，他前几天搬走了，门没锁。那行吧。元儿，这时候你还看漫画？大哥哥，我回来了。东西拿到了。拿到了，唐顿长2楼抽屉里翻到的。哦，是吗？那你可以滚了。你说什么？一开门，你身后手持棍棒的恶鬼，恐怕就要把我生吞食剥了吧？小子挺聪明，石像打开，不然冲进去了。冲进来，那可以试试。门窗加固过，没有个把小时是休想破门。而且我早通知维稳部队，应该快到了吧？指望维稳进队，不如指望雷劈死我们。外面乱成锅粥，哪有功夫管你？电话确实打了，只是无人接听。哦，是吗？
管不过来普通民众。那如果我是狼人杀黄金阶选手呢？你猜他们会不会管？行，你牛批！要不死，一定还会回来。高阶玩家享有特权，这份未知是最好的威慑。元儿，刚才要不是你多嘴问几句，要是直接开门，黄金阶很高吗？特权属于少数，虚张声势只能骗骗混混。等他们回过味儿，恐怕不简单。这一次能镇住，下一次恐怕不行了。不知道这乱世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太可怕了！没想到一个不过10来岁的女娃居然能这样撒谎。如今这乱世，能活着就很难了，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哪怕门口是维稳部队，我们也要多加心眼。月儿说的对，我一开始时就不同意援助，都删成这样，怎么还能糊涂？还是消停日子过久啊。元儿，你是怎么发现不对劲的？听到他们脚步声了？不，这些人很专业，门口一点声音都没发出来。我也没听到，还留心眼确认只有小女孩才敢答应。元儿，你怎么发现她在撒谎的？其实一开始也没发现，只是感觉哪里怪怪的，给人一种说不出的违和感。违和感？我怎么感觉不出来？想一下，10来岁女娃父母全没，靠什么活下来？也许刚饿死，走投无路呢。但她前后反应太快，收留她时情绪不像濒临崩溃。虚弱女娃能表现极度开心吗？而不是像中大奖的迫切喜悦，太反常了。与其说开心，不如说是急切的期待，期待我们开门，我就试探一下，真炸出来了。还得是元儿缜密，不然不堪设想。对，半步黄金成就不可向量，心思就是比普通人多。今天没闯进来，但说明这里不安全，被盯上了，破门而入是迟早的事。唉，何尝不想去市区避难？但离开这儿去哪儿？市区情况不清，指不定更危险。资源首先身处乱世，什么最大程度提高生存几率？第一，物资能撑一下肚；第二，就是信息。乱世几个小时网络就停了，与外界完全隔绝，怀璧其罪。3天后，如果我们这儿还是无人看守，那就必须要走了。能去哪儿？去市区，安保比这边好，只要没断网临近就能查情况。留在这儿，恶极的人迟早踏平我们家。行，按元儿办，横竖是一死，也要护你们娘俩周全。救命啊！别抢我的东西！准备好了，东西带上了，该带的都带了。等下开门从小巷走，趁夜色赶路，不管听到什么都别回头。知道你们还在里面，也知道你们老姜家存了不少物资。老门头，是你吧？平时就不是好东西，现在逢乱世出来祸害乡亲。这种人太平日子是人渣，乱世反而如鱼得水。相信不是我带着，这些人早饿死了。不信问他们，他给我们搞了吃的。老姜，开门加入我们，团结才有活路啊！刘大爷，小时候给我塞吃的，这些人的话确实很有分量。别开门，元儿，算了吧，不该迟早闯进来。也许只有团结才有活路。爸，清醒一点，团结。他们所谓的团结是什么？你不知道吗？组团打家劫掠，堵别人家门口当土匪，这就是他们的团结。可是外面不少是你叔伯，看着你长大，对咱有恩，见死不救的，对得起吗？乱世中最没用的就是良心了。爸，如果他们俩都走了，不会堵我们家门口了。明天后天呢？物资耗尽，我们是不是要围攻下一家？这就是你口中的良心。走时留点食物回报恩惠，以仁至义尽。对，但怎么抽身？等他们松懈，趁机溜走。蒋姓王八蛋，食物独显，不要怪我不客气了。一起上，别留情！我开门，你们1厘米都分不到。1、2、3，撞！明白了，这群人没想沟通，今天就是奔着鱼死网破来的。木桩破门只是几分钟的事，难道江家真要折在这里了？全都别动！这要命想干什么？所有人原地趴下，不然让你们永远躺地上。维稳部队竟然真的来了！阿 Sir 啊，借点吃的不行吗？不跟他借，跟你借啊！这种人在乱世胆子被彻底养大，什么都不怕了。乱世之中，最廉价的是良心，而最昂贵的是活着。请问这是江源的家吗？是，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军队的，接到上级的指令，要将你安全的从这个地方带离。麻烦你们收拾一下东西，一会儿跟我们走。不能跟他们走，元儿，
这个时候我们谁都不能信，哪怕他们真是军队的人。在这个乱世，已经没有任何人值得我们相信了。爸妈，还是开门吧。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军队，我们都已经没有谈条件的资本了。他们能快速解决门口的这群人，就有实力在短时间内破门而入。我们真想做无谓的抵抗，有什么意义呢？倒不如开门看看他们究竟是何用意。这哪还有一点文明社会的样子？一次天道大比，就可以将一个国家毁成这个样子。你就是江源？我就是江源。请问你们是？我们是军队的，接到上级命令，带你们一家转移到市区，请现在立刻收拾行李和我们走，这里并不安全。不用收拾了，行李我们已经提前收拾好了，现在就走吧。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十分陌生，以前我可能还没意识到这狼人杀对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样，现在我明白了，这里的狼人杀已经超脱了游戏的概念，是真的能决定国运的重要因素。你就是江源，之前网上很火的那个解说就是你？没错，其实那就是一场很简单的解说。你谦虚了，只要你有实力，尽可以展现自己。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很想问问你，你觉得最后一场顾长的那把守墓人玩的怎么样？说实话，他的内防守墓者玩的确实有点瑕疵了。如果我是他，我就不会那么玩。哦，你觉得他玩的不好，特指哪些方面？其实他第一天就出局了，他就有3点做的不足的地方，我认为这就已经足够致命了。第一，就是他的表水，只有活下来爆出验人，哪怕1天，对好人都是有贡献的。但他井下起身的第一波发言就没表明自己的身份，而是在找狼。你不出局谁出去？第二，就是他的心态，他那天心态明显不行了，连发话时长都控制不好，我认为这也很致命。那第3点呢？第3点就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他没去点悍跳狼的爆点。如果我那天是那张守墓人，我会拿出90秒的时间去专门点这个7的爆点，其中最爆的爆点就是他过多的去对话那个8。只要是没验过的牌，预言家都不可能100%认下，能100%认下的只有狼。哦，说得很好，你被录取了。录取了？请问具体是录取到哪里？意思就是你有没有兴趣加入狡兔营？狡兔营，世界赛的4大营之一。如果是前几天，军队绝对会第一时间赶来。可是录取条件极其苛刻，会不会太轻松了？我愿意加入。上面大规模扩编了，我们才有机会来到这儿，太幸运了。哼，你那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旧新闻了。这次我们能来，主要是上次大比成绩太差，资源不够用。大规模扩编不假，但如果你们以为来到这能稳吃这口饭，那恐怕太天真了。没实力的人终究会被筛选出去，生得慢，哪来的回哪去。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才是真相。所有人12人为一组，板子就是10项柜守墓人。每一局游戏都会有3个考官旁听打分，记录保存，复合式打分，绝对公平公正。而你们要做的就是全力留下来。留下来是什么意思？留下来的意思就是表现好的留下，表现差的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有意思，4大营果然不留咸鱼，不限制分组，意味着可以自由组队，胜率会大大提高。兄弟，你有组了吗？要不要一起？我们这就差3个了。我不着急，你们先组吧。相比起带有场外因素的好友房，我更喜欢跟路人玩，纯粹的逻辑碰撞才是体现实力的时候。哥们儿，要不要一起开一把？你们几个人？就我一个，你确定要和我做同一桌？你拿狼，我第一时间就能抓到你。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会拿狼牌？说不定我是预言家，你是狼呢？那你肯定找不到我。我叫江源，希望等下能跟你有一场精彩的较量。我叫张天明，希望等下你不会后悔你现在的行为。这里的对局室居然是严格按照天道标准1比1复制的，每个人都在单独的密室，声音也会经过特殊处理。我之前担心好友房作弊，完全是多余的。请注意，游戏规则严格照搬天道，情绪流场外作弊一经发现直接处理，绝不手软。所有人是否准备就绪？对局将在10秒钟之后开始。10、9、8，对局开始，请玩家确认自己的身份体牌。
守墓人吗？好戏开场了。发给我守墓者，看来他们是想测试我之前评价顾长生的那套理论。看他的神情，好像猜到了我们故意发守墓人。无所谓，问题是他是不是真有比顾长生更强的逻辑判断能力？他不是对顾长生的守墓人指指点点吗？我倒要看看他拿到守墓人是什么水准。天黑请闭眼。天亮了。本轮上井玩家2、4、6、7、8、9、10、11，逆序发言。6号准备。6号玩家预言家10号金水，警徽流开5开12，过。这6号在干嘛？没心路历程，没谈格局，没讲为什么这么打警徽流。他做不了预言家，大概率是狼。4号预言家3金水，警徽流开10开1。6号退水了，那改一下警徽流，30金水就开1再开12。后置位没发言，不知道谁对挑，警徽流先这么开，井下5看上票，要警徽过。4号聊得很不错，格局盘了。他给我发金水，没有大爆点，我没理由反水。不过还要听对挑预言家的发言。10金水，2号预言家第一天摸了10，随便验的，没心路历程，警徽流验6验1。6号很像石像鬼摸了10号，再给队友递话。4号跟我对跳，我看3号上票，想要警徽。2号视角在找狼，逻辑说得通。接下来听井上找狼。先不站边，考虑2的玉面。我觉得2不太好，11号到8号的发言太水了，尤其是9号，全程复述毫无逻辑，还结巴。这种人怎么被邀请来的？兔子国真没人了。这9号什么情况？他真的会狼人杀？长官，从战绩看，他胜率58%，放宽政策后确实达到了标准。继续看下去，说不定是在装傻套路。你8到11到底开几个狼啊？这边有很难站吗？2号和4号的对比发言差距那么大，你们还叫不站边？2号认为6是大哥，那压6的警徽有什么用？6号警上都放手了，你让他自己去聊啊！一警不会浪费，我警上直接站边4，2号能打出最少2张狼，甚至警徽都留我不信他真预言家。终于来了个正常人，有逻辑，有站边，有理由，比那几个划水的强太多了。井上发言结束，请所有上井人员进行投票。7号的逻辑没毛病，2号对6号的定义确实是个爆点，但4号的爆点比2号重太多了。这票我投2号。投票结果：5号、12号投给4号，3号投给2号，4号担任本局警长。昨夜6号、10号玩家出局，请准备发表遗言。他反水了，金水反自己的预言家。这投票完全出乎意料，他为什么这么果断？难道他抓到了什么我们都没注意到的爆点？火女巫吃手刀了，井上想操作一下，但第一个发言算了，站边的话我也站4。这2号发言太差，10号我上3、4读的你什么身份？女巫走了反倒是好事，能说出上3下4这种话的人，多数都有点魔怔，靠口诀找对一次就觉得自己大成了，纯憨偏一个。本轮顺序发言，5号玩家请发言。软站4号的边，2号呢警徽流1票打在6头上，6警上那顿操作不是挂身份的吗？你能盘他是大哥，我觉得挺离谱。至于3号金水为什么上票2号，我也没看懂，这一轮出2。这3号金水还能反水站2的，2号那个警徽流打出来你还能算了，站边4出2。4号真预别开1了，这一轮轮表水打金狼坑凑数。8到11还是一如既往的抽象，全是软战4，模棱两可，没一个敢铁战。全场没有一个人理解我为什么反水，但没关系，接下来轮到我说话了。我这轮没分清谁是真预言家，先弃票吧。还有这个3号，你接了4的金水还反水，我觉得不太好。就凭这句话，11号够吃一个狼标了。好，11号，你说分不清要弃票，那这票就给我留好了。你只要出手，我明天起来一定打你是狼。站4出2，2号验到的金水刚好是10号，10号又恰好被女巫毒了，巧合度太高，加上2号那61的警徽流，好人认不下来。12号确实聊到了点子上，但是他们全都漏掉了最关键的东西。我知道现在没人信我，但我还是要把话说清楚。验10号是因为井上6号先起跳给了10金水，我想交叉验证，结果验出来也是金水撞了。这个巧合我没办法解释，但你们想想，我如果是狼，我为什么要踩在6的金水上再发一个？我不会挑一张没人碰过的牌吗？还有4号，他井上对6号的态度，你们没觉得奇怪吗？6放手他就不聊了，这
不对劲的。2号说的核心逻辑其实没问题，撞金水的反向论证，还有对4号不盘6的质疑，都是有价值的。可惜他太紧张了，重点全被情绪淹没了，后半段自己把自己绕进去了。该说的他其实都说了，只是没人愿意听进去。如果没人捞他，这轮他头上就是满票。3号玩家请发言。反水了，站2的边。井上4号给我发金水的时候，我确实一度认为他是预言家，但2号点醒了我，他去盘了6号。6号前置位起跳，4号一上来6立刻放手。4号什么反应？哦，6放手了，那我不聊你了。这是预言家该有的反应吗？6在你面前起跳又马上退了，你不盘他是小狼找存在感，不盘他是大哥在递话，你直接不聊了。4号从头到尾没再提过6号一个字，他不是不想聊，是不敢聊，因为刀口在6，他们夜里对6号动的刀，所以他不敢碰这张牌。再看井下，全场站4，没一个站2。那我问你们，2号做狼，他狼队友在哪儿？一张都找不到。底牌拍给你们了，我是石像贵，我是大哥。4号给我发金水发错了，他是狼，今天先点4，狼坑5、9、11、12，4张牌出3张狼，最后一个好人坑自己往出跳。我石像怪带队，先出4。12号定狼，跑不掉。理由很简单，你让11不去投票，你就是狼。第一轮已经走了女巫和10号，好人牌还剩几张？这轮2号一旦被冲走，狼队晚上起来一刀，明天直接绑票。你是好人，你不可能让11弃票。还有4号的警徽流1、12，他已经验了我金水，警徽流还要双压井下。这2张牌里大概率一张好人，一张狼队友。12发言直接爆狼，所以1能放，12定狼。2号直接验5或者11，这轮出4，我石像鬼号票出4。优秀。3号，你自己知道自己什么牌？2号都聊成那样了，你还反我的水，还跳个大哥来打我？算了，反正我点2，是好人就跟我下2，警徽留8号。今天你们要是把我出了，警徽给12，不给你3，因为你带不了队，出2。急了。投票结果：投给2号4、9、12，投给4号1、2、3、5、7、8，弃票11。本轮4号出局，请发表遗言。 9号、12号跟票，4号投2，狼坑稳了。3号，你再看看这2没队友，他没队友，为什么我头上吃那么多票？无所谓，我出了，你今晚也会被刀。这2是狼，明天砍你，起来就绑票。不是喜欢反水吗？那你也不配吃警徽，这警徽我撕了也不给你。撕警徽，暗示队友当我别刀2，这4号被打急了。这4号是谁？状态起伏太大了。张天明，张家的后人，平时战绩不错，应该是第一次碰到这种局面，心态没收住。天黑请闭眼，守墓人请睁眼，请查验出局玩家身份。一手狼毛。天亮了，昨晚出局玩家2号，本轮无警徽，继续发言。12号玩家请发言。刀2号，狼队不自刀，2就是真预言家，看刀口就能锤死。我不表水，我是猎人。今天91出，过。不表水，直接压底牌。12号，你倒是硬气，可惜你越硬，死得越快。你是枪，你是枪，那我是什么？我才是枪牌，这轮就点12。3号逻辑最清晰，上一轮跳大哥确实把我看懵了，但现在回头看，真的秀。从刀口看，2号只能是预言家，12号就是想起身找枪的大哥，不是要找枪吗？我就是枪，出12。发言比上轮强太多，但他是枪。11如果是枪，上一轮不可能被12遥控到弃票。枪牌在女巫走后是第一神牌
谁遥控就顶谁脑门，绝不会畏畏缩缩。所以11不为强。那个上一轮你们不是说出2吗？怎么都点4了？12跳枪了，11也跳枪了。怎么说呢？我听归票吧。从头到尾没输出过一句逻辑。说他好人吧，干的全是匪事；说他狼吧，呆到不像，纯抽象。12号玩家自爆，请发表遗言。听了一圈，都听明白了吧？就按我上轮说的去斗。3号别管他，他敢反水跳大哥就不会挂身份，最后一刀交给大哥处理。明天按我说的刀，我们狼人一定赢。他做完了该做的一切，投票冲锋，号牌出真玉，悍跳猎人拖时间，让队友听完所有牌再爆。作为狼人，鞠躬尽瘁，是条汉子。天亮了，昨晚8号玩家死亡，本轮顺序发言。11号玩家请发言。那个，我不是枪，上一轮想穿枪的衣服给枪牌挡刀，起来一看8号倒了，还好不是枪。我井上站错了肩，井下也没投票，这一回就跟着3号走。你们信不下我，让我跟59 PK， 我没怨言。3号，我不知道你怎么把7号认下的，他井上打冲锋，井下才倒钩，很像那个狼。你要不要再听听？不用打气，他能在井下听完我的发言后改票投4，就只能是好人。同理，5号也一样。11号，你不是想跟着我走吗？那自己点自己吧，大铁狼。下11的理由很简单，他不可能是好人牌，而且我盘他大概率是大狼。回顾井上，11号全程攻击2号，看似没站边，实际上每一句都在给狼队友递话。他不敢战死，是怕2号才是他的队友。你无中刀走了以后，好人怎么可能弃票？12指着他脑门说别点票，换成好人牌一定有逆反心理。我在末之位已经把逻辑盘完了，他还不敢动，因为他才是那个大哥。这轮点11，出11游戏没结束，明天点9，一张票都不要改。1号，12自爆之前我就认下你了，希望你也认下5和7。出11。投票结果，11号出局，请发表遗言。你为什么不自爆？你自爆了让我来看不是更好吗？我大哥呀，我验了1支枪。当队友，今天刀1，让1去带，我为首。他带错了，我们还有一线生机；带对了，那没办法，这把尽力了。爆出1号是枪，11号，你最后这一刀才是真正的杀招。天黑，请闭眼。天亮了，昨晚1号玩家死亡，1号为猎人，开枪带走7号。打7，为什么不打9？打9游戏不结束，5和7还能互点，还有的听。打7，我只能做选择了。场上只剩3号、5号、9号，一个守墓人，一个平民，一个小狼，投错一票，游戏直接结束。这一枪要是打中守墓人，游戏当场就没了。除非1号已经猜到3号是守墓人，这一把的胜负犹未可知。本轮顺序发言，3号玩家请发言。第一个发言，听不到5号和9号这一轮说什么，只能靠前面的逻辑来盘。5号有没有狼面？有。你井下说是一听6号发完就知道他是女巫吃手刀，凭什么？为什么不能是小狼做作，不能是大哥递话？你怎么就能一口咬定是女巫？至于9号，一直在干匪事，但他这个水平，做出什么事都有可能。昨天他还回头点了11，5号的发言像狼，但9号的票型把把站狼队，没逻辑的一张牌，票型又不会骗人。不管你是真晕还是装晕，都要走在5号前面。出9，5号，跟着我出9。我守墓人，5号出9，这就必是狼。11上一轮点票点的谁？是你。我本来怀疑11想给狼队友做身份，但我突然想通了，11不是大哥，9号才是大哥。我当然信你是守墓，你第一天反水那刻我就认下你了。这票挂9，不管他聊什么。说实话，3号跟你一个阵营太爽了，那波反水真给我秀麻了 ，MVP 我一定投你。不过你怎么知道9是大狼？游戏结束给我分析一下。什么我是大狼？
3号你别晕，5号才是狼，我平民牌。我要是大哥，我不早跳了，我会让队友去刀疤，早出来争轮位了。醒醒，3号，我这5号才是深水倒钩，你想最后关头功亏一篑？越真情流露，越香。请玩家开始投票，投票结束。3号、5号投给9号，9号投给5号，9号出局，游戏结束，好人战赢胜利。3号是谁？太强了，连大狼都盘出来了。4号好尴尬，洗头没成功，反被起脸反水。我说了吧，咱俩谁拿狼还不一定呢。我承认你有实力，但这把是运气，下次再遇到，不是这个结局。发挥出色，但你怎么确定9号是大狼？11号临走跳大哥还点对枪牌。很简单，11做不了大哥。为什么？大哥牌会在12跳枪时起身打12吗？大哥小狼不见面，11要是大哥绝不敢跳枪，他怕自己聊太好，小狼以为他是真枪，夜里那一刀就落他头上。大哥那个轮次一定选择躲。凭什么断定9一定是大哥？他以为装新手装糊涂就是烂平民，能来这儿的哪有真新手？真以为我不敢投？精彩，先回去等着。考核结束，请报到名字的人立刻离开。张大炮、刘文刀、林一，报到名字的人立刻离开。别让我走，回去就是死！我就再给一次机会，外面快人吃人了。同情，没资格。这世道，活着就够难了。同情了？我连自己家人都不知道能不能保住，还有什么资格同情别人？你果然没让我失望，你这样的人就是为这乱世而生的。你不怕被念名字？上一把洗头没成功，分也高不到哪去。我说了那是没打好，念叨又怎样？大不了回家。能在这世道轻描淡写说出回家，这小子来头不小。没有念到名字的同学，恭喜初步通过考核。后续还有考核，但现在解散。江远，你留一下。老师，我们去哪儿？别紧张，到了就知道。别一口一个老师，我姓丁，叫我丁哥就行。好的，丁哥。那你带我来？不急，先跟我进来。这些都是我们兔国的分析师，播的是天道大比回放。丁哥，有事直接吩咐。你能让我喊一声丁哥，我尽心尽力办事。果然没看错你。先看这2场，这场的7号和那场的12号是我们兔子国的人，以你的角度看看发挥如何？菜，有点太菜了。菜，有点太菜了。如何？感觉有没有问题？全是问题。这2人真是极兔营的？不是，狼人杀公会注册的伞兵白金剑，你觉得哪里不对劲？白金剑，你说白银我都信。这女巫对跳猎人的局，狼刀一定在猎人里刀，你撒这毒干嘛？更离谱的是，有对跳不在猎人里归，居然归预言者。这些人都什么水平？那你说，他们有没有可能是故意输的？故意输？丁哥，你意思是间谍？他们图啥？近些年兔子国战绩变差，伞兵人数锐减，工会是基础，每补充4大营迟早下滑。上个季度4大营表现历年最差，一个国家开始衰落，他国就会出手，蛊惑分裂我们。越来越多人看不到希望，就选择了背刺。天道不管吗？天道惩罚破坏规则的人，不惩罚菜鸡，擦边贴田打，天道管不了。那还有比的必要吗？哼，你太年轻了。这季度查出2个，归根垫底，我们成绩太差，才让人有机可乘。就没办法，眼看着猪油害死我们。办法已经在实施了，4大营扩充就是其中之一。把精英集中培养，下一届被策反的可能性就低得多。可我们才黄金阶，下季度起步白金，3个月谁敢说把把赢？来不及。所以还有第2阶段。什么计划？精英计划，以你为首的精英计划。精英计划，以我为首。丁哥别开玩笑了，我才黄金阶，何德何能挑这么大担子？你能？我看过举例，边缘小镇出身，毕业半步黄金，提升速度胜率排名前10，测试证明100年最高天赋之一，必是国之栋梁。国之栋梁太沉了，换别人可能飘了，但我昨天连父母都差点保不住。打住，越说越离谱了。但我明白你的意思，身为兔子国人，有责任守护这片土地，生我养我，不管多破碎，我也不会抛弃他。
上级有任何指示，我只有2个字：服从。除了4大营，将成立特殊团体骑士团，最多10人，以你为首及10殿骑士。骑士团听着响亮，其实是空壳吧？官方不认可没福利，别人当马戏团拿什么服众？让你在新人挑苗子，你是团长全权负责，而且公开宣布官方认可，有一个特权。什么特权？你现在1个月能外出几次，打几场？2次，最多5局。怎么了？难道说只要是骑士团的人，1个月外出3次，一次最多打10局，出场率多2倍，直接进入领导阶层，这特权够硬。现在不觉得是马戏团了，但为什么选我？不要妄自菲薄，试运营做不好随时换。兔子国的未来就在你们年轻人身上。你的任务是下个季度大比前，让你和团队全部升到白金级，必须参加大比，能做到吗？如果做不到，我自己滚下来，上大屏幕给全国人道歉。好，立刻去挑人。10殿骑士团，兔子国的未来，张天明，还有大厅里藏龙卧虎的新人。这盘大戏刚开始，下一局我要赢的不仅是游戏，更是国运。